是谁给宇宙写了底层代码？大家好，这里是道五阅览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，可能让你听完之后看世界的眼神都不一样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个世界它好像有一套看不见的手在管着。为什么太阳每天雷打不动的东升西落？为什么四季的轮转比精密的闹钟还准？2000年前，战国时代有一个奇人，他隐居深山，头戴一种叫鹤的鸟羽毛做的帽子，他就是何冠子。他写了一篇极其硬核的文章，叫《太宏》。太宏这2个字听着挺玄乎，其实就是指宇宙最原始、最浩瀚的那股元气。而这篇文章的主角是一个叫太一的大佬。在何冠子的眼里，太一可不是什么长胡子的老神仙。原文第一句就定了调：太一者，执大同之治，调太宏之气，正神明之位者也。翻译成咱们现在的大白话，就是太一就像是一个超级人工智能的底层架构，或者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。执大同之治，就是说他手里握着全宇宙最统一最硬核的物理法则，不管是在地球上还是在100亿光年外的星系，万物都在听这套法则，谁也别想搞特权。调宏泰之气，他像顶级的调音师。宇宙初开时，那团乱糟糟的元气是被他一手调顺的，让元气有序的聚散，不至于乱成一锅粥。正神明之位，他给宇宙里的各种能量规律安排了宫位，太阳该干嘛，月亮该干嘛，能量怎么流动，位置全定死了。上古时代那些牛到飞起来的圣王、九皇都在像小学生一样向太一请教，为啥？因为只有懂了太一，你才能拿到天地的解题思路。在黄老道家的逻辑里，所谓的圣人其实就是宇宙规律的翻译官，知晓了规律道，并把它精准地翻译成人间政策德。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核心观点：真正的道德不是教条，而是对宇宙代码的精准执行。当时的人间领袖太皇跑去问太一一个特别现实甚至有点焦虑的问题。太皇问：天地人事三者属己？翻译成现在职场的话说，就是领导，我这儿有3件事：第一，紧跟时代趋势和行业大环境，天；第二，稳固公司资源平台和基础建设，地；第三，安抚员工的情绪，制定管理流程，人。请你告诉我，哪个才是最火烧眉毛、最该优先处理的？太一给出的答案直接把太皇给整懵了。他说：天地人事三者负一也。这话太绝了。他在告诉你，朋友，别分开了，这是一个闭环。天是神明之根，原文说天能纯化四时，陶善无形。天提供了时间维度的必然规律，它像一个巨大的模具，在无形中雕刻着万物。如果没有天，万物就没有生长的节奏。地是承天之眼，地负责落实，它承载着天的意志。地如果崩了，天意再好也长不出庄稼。人是秩序的实现者，如果你不顺天时，不惜地利，你的人事搞得再漂亮，最后也是白忙活。这就是太一告诉我们的核心秘密，这三者是一个整体。如果你只盯着人看，你会陷入勾心斗角的权谋；如果你只盯着天看，你就会变得虚无缥缈。只有把三者看成一，你才算掌握了神明之极。这也是为什么太宏强调治理者要爱精养神，因为你必须先让自己的内在精神稳定下来，才能去对接那个庞大的宇宙系统。也许听完上面的话，你可能会热血沸腾，想赶紧大干一场去改变世界。这时候太一赶紧给你泼了盆冷水，讲了一段关于生长的深刻哲学。太一观察到万物的生长都有自己的生理节奏，原文描述用了3个极具画面感的词：青青、碌碌、端端王王。青青是说种子刚刚萌芽，摇摇晃晃，充满了变数和柔弱，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。碌碌是说他进入了成长期，朴质忙碌，闷头吸收养分，还没有开花结果，但根基在变厚。端端王王，最后他长得端正宏大，
显露出了他本该有的王者之气。这时候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瞎指挥。太医给出的治世准则是勿损勿益，勿益天生。这8个字简直是给所有父母和管理者的金石良言。不要损，别去剥夺他的天性，别为了你的审美去剪掉他的枝芽；不要益，别在那儿拔苗助长，别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为干预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弱则轻，动之则浊。万物按照自己的节奏跑，这个系统就是清亮的、高效的。你非得去搅和、去干预，这个系统立马就变得浑浊了。这就是黄老道家自然无为的真相。真正的智慧是懂得在关键时刻管得住手。世间的混乱不是因为管得太少，而是因为管得太多，把万物自然的本真给折腾没了。很多人说道家太玄了，但太洪篇不一样，它非常细致地给出了宇宙运行的参数手册。太一列举了一套详尽的观察维度，告诉我们天道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。首先他非常强调诚信，原文说日信出信如，月信死信生，太阳从不迟到，月亮进退有常。这种信就是天地最伟大的美德。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？一个社会如果法度不严，朝令夕改，那就是在公然的违背天地的诚信逻辑。其次，他谈到了行与德的黄金比例。原文提到3时生长，1时煞行，这是宇宙的奖惩机制。春夏秋3季都在搞建设、搞生发，这是德；只有冬天这一季在搞清理、搞淘汰。行，这就是75%比25%的哲学。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以包容和奖励为主流，但必须保留那25%的清理力量。没有冬天的肃杀，秋天的沉浮，就会带到春天，整个系统就会垮了。还有更神的，他谈到了视觉与听觉治理学。原文说调以五音，正以六律，表以五色。这不是在教你弹琴画画，而是在谈一种同频治理。圣王治世要通过五音频率的共鸣和五色视觉的分类，让大家一眼看过去，一耳听过去，就知道什么是秩序，从而降低社会的沟通成本。为了让人类更好地理解太一的操作，洪太篇把世界分成了5个大区，这就是咱们最熟悉的5行职能分配。东方属木，代表春天，主生发，这是万物立足的地方。治理者在这里要多给机会，多给福利，像春雨一样滋润新苗。南方属火，代表夏天，主繁荣，万物在这儿是最灿烂。这个时候要防止过度膨胀，要懂得用能量去照耀那些阴暗面。西方属金，代表秋天，主收割与法度。金代表冷峻切割，这个时候要论功行赏，也要通过审判来清理门户，把坏掉的部分切掉。北方属水，代表冬天，主沉潜与收藏。水代表智慧和储备，这个时候不要乱折腾，要猫冬，要蓄势。中央属土，太一居位，土能载物。中间的人不干具体杂活，但他负责协调，让东南西北4个轮子转得和谐。如果你在春天搞肃杀，或者在冬天搞大规模建设，那就是地理离经，上灭天文，老天爷肯定要给你开罚单的。圣王作为土的代表，核心任务就是调气、和位、听声、正行。关于法律，很多人的理解是强制和惩罚，但太洪给出了一个更高级、更温情的定义。原文说：法者，天地之正气也。法是什么？它就像木匠手里的圆规和直尺、钩绳，没有它，世界就是混沌不分。法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整人，而是为了纠正人性的偏差，让人的行为回归到天道的轨道上。太一认为，如果没了规矩，人的精神就会相搏，也就是互相摩擦。这个搏字用的非常绝妙，它指的是内耗。当大家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时，欲望就会碰撞，产生热量，最后把整个社会烧焦。所以法律是用来定位的，让每个人各安其位，互不摩擦。而且太洪特别强调，偷气相识，后功可立。治理天下就像种地，要等待时机，逆势而为
想在冬天播种，最后只会颗粒无收。最高明的圣人能做到与天地解，他们的治世之法就是生活本身，一言一行都契合自然，这就叫无形内政。咱们聊了这么多规则、参数、五行、法律，太一最后把所有这些复杂的东西都浓缩成了一个字：和。这可能是整篇太洪最精华最美的智慧。原文说：和也者，五行而有味者也。和是无形的，你看不见它，但你能感觉到那个滋味，就像一盘顶级的菜肴，调和得当，你吃下去就觉得舒服通透。太一还重新定义了仁义，仁不再是苍白的善意，而是同和者仁，能推动社会达成这种和谐境界的就是仁。义不再是刻板的口号，而是相容者义，能够包容差异，让万物各得其所的就是义。太一还给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公式：顺爱之正等于顺应规律加爱护本心，结果是数类相通，就是大家虽然不同，但能合作。逆爱之正等于违背规律强行剥夺，结果是同类相亡，就是哪怕是一家人也会内斗毁灭。圣人治理天下，不需要强迫所有人整齐划一，而是要让人人备其和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在那股自然的节奏里找到最舒适的生活方式。太一提到圣王最怕的一件事叫利之命之柄，这里的柄不是权力的手柄，而是命运的把柄。什么是命运的把柄？就是咱们聊了一整天的规律。通过太洪，我们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我们拼命想抓住财富的柄、地位的柄，但何冠子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脱离了规律，那些柄都是烫手的山芋。真正的智慧是学会仰望星空，敬畏那些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，脚踏实地，顺应万物的生长节律，不要瞎折腾，不要拔苗助长。内省自身，通过爱精养神来保持内心的端正，别被欲望带偏了。当你不再试图去征服世界，而是去调和世界，去感受那个无形而又味的和谐时，你就真的掌握了太一留下的这套宇宙代码。咱们刚才聊的太一，可能有人会说这太一离我太远了。其实不然，咱们把太一想象成一个公司的愿景和底层价值观。原文里说太一是大同之治，这其实就是在讲系统的统一性。你看，一个成熟的大公司，不管是扫地的阿姨还是核心部门的 VP， 他们都有一套公认的行事准则，这就是太一的力量。如果一个系统没有这个一，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去搞，那就不叫公司，叫团伙。太一调和太洪之气，其实就是资源的再分配，气就是能量，就是预算，就是人力。太一作为最高主宰，他看的是全局，哪里气弱了就补哪里，哪里的气太盛了就压一压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调控的艺术。所以你看，2000多年前的太洪其实已经把现代管理学的精髓给写完了。太洪里有一段关于时间的描述特别扎心，他说3时生长，1时煞行。大家有没有发现现代人太焦虑了？我们恨不得1年4季都在生长，春天要开花，夏天要结果，秋天要翻番，冬天还要搞个跨年大促。但太洪告诉我们，这种违背天时的方法是不可持续的。1时煞行就是冬天，冬天的作用是什么？是收敛，是复盘，甚至是裁撤那些不健康的腐朽的部分。没有这一季的肃杀，明年的春生就是虚胖，就是病态的增长。咱们做人也一样，如果你每天都把自己绷得像一张弓，从来不给自己一个煞行的时间去反思、去止损，那你迟早会断掉。这就是太一说的4时而定，天地尽矣。只有节奏对了，你这个人的天地才是完整的。太洪里讲五音，宫商交之语，这段特别玄妙。他说东方调一征，南方调一雨，西方调一商，北方调一角，中央调一宫。这难道是皇帝天天听歌吗？不是的，这其实是在讲社会情绪的频率管理。宫阴主轴，它是地基，地基不稳，万物皆乱。所以中央位必须定出最宏大、
最稳定的主旋律，商音主秋主肃杀。这就好比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，它必须是清脆果断，甚至带点含义的。正音主春主生机，这就好比社会的福利和教化，它是轻快的向上的。圣王之士其实就是个首席调音师，他听一听民间的风气，就知道哪个音频偏了。如果民风太狂躁，那就是火太旺了，要用水的调子压一压。这种通过改变环境频率来改变人心的手段，比那种硬邦邦的命令要高明得多。这就是所谓的正声一定。我们要花大篇幅来聊一聊勿损勿益这4个字。很多人理解无为就是撒手不管，但太弘解释得非常清楚，它的前提是幼少随足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得先给他生存的基本条件。你想让孩子自然生长，你得先给他饭吃，给他衣穿，这叫随足。在满足了基础之后，剩下的就叫依从世俗，勿益天生。现在的教育焦虑往往就是因为家长想益天生。明明孩子是个画画的天才，你非得把他掰成码农；明明公司是个做创意的，你非得按工厂流水线的 KPI 去考核。动之则浊，你的每一次过度干预都在增加系统的熵增，你越折腾水越浑，最后你连雨在哪儿你都看不见了。所以圣人的无为是建立在极高的洞察力之上的，他知道哪里不需要动，这才是最难的。太弘最颠覆的一点是，他把仁义从道的神坛上拉了下来，把它变成了宇宙的物理属性。他说，同和者仁也，相容者义也。在太弘看来，仁不是你施舍给别人的善意，而是你与万物保持同样的频率。当你的频率和大家一样时，你自然就会爱护别人，因为你觉得别人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。义是相容，这个世界最难的就是兼容。你信这个，我信那个，你喜欢吃辣的，我喜欢吃甜的。如果你非得消灭跟自己不一样的，那就叫逆爱之政。结果是什么？是同类相亡。而顺爱之政追求的是数类相通，这才是大智慧。我不一定要改变你，但我能找到一个公约数，让你我都能在这个系统里各得其所。这种无形内政才是知识的最高境界。在这个内耗时代，我们要如何西天？太弘里说，爱精养神，内端者，所以西天。在这个信息过载、内耗严重的时代，我们的精气神每天都在被大数据、被短视频、被无意义的社交疯狂掠夺，我们失去了那个内端的重心。西天不是让你去修仙，而是让你找回那个宇宙的原始代码。当你焦虑时，想想三世生长，告诉自己时机未到，不要硬拔。当你迷茫时，想想天地人事三者负一，看看是不是你的人事脱离了大的趋势天道。当你愤怒时，想想何也者，无形而又味，去寻找那个能让你内心平静的味道。太弘不是一本陈旧的古书，它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了我们在这个喧嚣时代里的种种失位和偏离。太医最终对手里的致命之柄给出了定义，它不是权杖，它是平衡，平衡了阴阳，平衡了行德，平衡了欲望与现实。当你能像太医那样，在纷纷扰扰的万物中守住那个中，守住那个一，你的人生也就真正的成万业了。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太弘里一个特别不起眼的词，叫精神相搏。搏在这个语境里不是薄厚的意思，而是摩擦侵蚀。太医警告说，如果人间没有契合天道的规矩，人的精神就会互相摩擦。咱们现代人管这叫什么？叫内耗。在公司里，如果没有明确的流程和公平的底线，大家是不是天天都在猜忌，在防备，在做无效的沟通？这就是精神相搏。太医告诉太皇，这种内耗不仅伤感情，它直接伤的是百族的元气。所以太医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内端。在要求环境公平之前，圣人先要求自己爱精养神内端。这其实是在教我们一种能量管理术，把你的注意力从外界的纷争中撤回来，端正自己的本心。只有你内心这杆秤准了，你投射到外部世界的影子才是直的。这不仅仅是修身，这其实是最省成本的管理逻辑。刚才咱们粗略聊了五音，现在咱们把这个宇宙参数往深了挖一下。
太一给出这套系统其实是一套职能分类法。东方之正阴，属木，也就是春天，它是立志之地。如果你正在创业初期，或者刚进入一个新领域，你现在的频率就应该是正。正阴清亮，代表的是生机。这时候你需要的是宽容，是尝试，是像春天一样允许百花齐放。南方之语阴，属火，也就是夏天，它是华语之地，代表事业进入了巅峰期。语音激昂，这时候最怕的是过火。太一提醒我们要调起气，别让繁荣变成了虚火。西方之商阴，属金，也就是秋天，它是成章之地，这时候该谈规矩，谈收割了。商阴康腔代表的是法则，如果你在该谈结果的时候还在谈情怀，那就是音律不准，这事儿成不了章法。北方之角阴，属水，也就是冬天，它是露藏之地，代表的是复盘和修整。角阴深沉，这时候要学会隐忍，要把精华元气藏起来。中央之宫阴，属土，也就是太一的居住之地，它是百神养志之地。不管你是哪个部门，最后都要回归到这个中正的宫阴上。你看，太一不是在教我们迷信，它是在教我们应时而变。你不能一辈子都活在春天，也不能永远都在战斗，懂得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切换不同的频率，你才是一个掌握了太一智慧的高手。很多人看到太洪里谈法，就觉得它是法家的那一套，其实太洪里的法是带着道家温度的。原文说，法者，天地之正气也。注意这个正字，在太一看来，法不是统治者用来约束百姓的绳索，而是天道的延伸工具。如果一个法让百姓觉得生活沉重、压抑，失去了天性，那这个法就是不正的。真正的上圣之治是先定其利，法律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保护那个利，也就是万物生长的权利。所以圣人立法是素辞以法，物质折合，它就像一个透明的模子，万物长过来刚好契合这个模子，大家不觉得是被束缚，反而觉得有了保护。这种无感化法治才是治理的最高境界。咱们得好好聊聊这两句：顺爱之政，属类相通；逆爱之政，同类相亡。这简直是整篇太洪里最具社会洞察力的话。那什么是顺爱？顺应天道，爱其本性。如果你能包容那些和你不一样的人，数类，大家虽然族群不同，想法不同，但因为系统是和谐的，大家就能相通。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多元共生。什么是逆爱？违背天道，强行剥夺。你试图用一个标准去修剪所有人，或者为了短期利益去压榨本性，结果非常可怕，同类相亡。哪怕是兄弟姐妹、同胞同族，在资源匮乏、规矩崩坏的情况下，也会互相残杀。这两句话其实是在问每一个治理者，你到底是想建立一个相互扶持的生态，还是想建立一个相互收割的修罗场？太洪对仁义的解释真的让我拍案叫绝。他说，同和者仁也，相容者义也。在儒家那里，仁义可能是后天的修养，但在太一这里，仁义是天然的平衡。仁就是你发现你和别人其实是一伙的，大家在一个和的频率上。义就是你发现虽然我们不一样，但我能容得下你。这种仁义不是装出来的，它是一种无形而又味的味道，这种味道叫舒适。在一个仁义的社会里，你不需要随时准备战斗，你感到安全，感到被容纳，这就是圣人追求的无形内政。我不跟你谈大道理，但我让你在这个系统里待得特别舒服，舒服到你都忘了我在治理你。太一最后对太皇说，神圣祥理，恶离致命之柄。什么叫致命之柄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想抓点什么，抓钱，抓权，抓流量，抓存在感，但这些都是虚的。真正的柄是你对宇宙规律的掌握，是你内心的那份稳定和中正。太洪告诉我们，不管世界怎么变，天地的底层逻辑没变，宇宙是有序的，所以别焦虑，顺着节奏走。万物是自足的，所以别折腾，给它空间长。最终归宿是和谐的，所以别偏激，学会去包容。掌握了这个柄，你就不会在这个世界的波动中迷失方向。
你可能依然是一个普通人，但你已经拿到了那套名为太医的底层代码。圣人不是神，圣人只是那个调味、张色、正声的人。他通过微调自己的生活频率，让自己的小宇宙和天道的大宇宙达成了一次完美的共振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那股无形而又微的和气中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。感谢您的聆听，天地人事三者负一。咱们下期继续在古人的文字里破译未来的密码。